眼见老太太心情低落，杜海清有些抱歉地安慰道：“阿姨，我也是刚住到这里不久，在我住进来之前这么多年，叶晨有没有来过，我也不得而知，所以您也不用太过悲观。”老太太轻轻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“我不怀疑晨儿还活着，只是我现在能找到的与晨儿有关的线索太少了，这些线索断一条就少一条。”杜海清微笑道：“阿姨，眼下或许只是还没到您和他相见的时候，等时机成熟，就算他远在天边，也会赶来和您相见的。”老太太苦笑一声：“你说的我信，我只是怕自己岁数大了，等不到那一天了。”杜海清见老太太惆怅无比，心中也不禁有些心疼。金陵对老太太来说，绝对是一个不忍回首的伤心的。女儿女婿在此丧命，外孙也在此失踪20年，若是换作自己是他，怕是都没有勇气到这里来。但是老太太这么大岁数，也还是义无反顾的来了，单就这一点，恐怕就要做上很久的心理建设。想到这，杜海清心中也不禁暗自嘀咕：叶晨，你外婆这么大岁数还跑来金陵，你就算有再大的苦衷，也至少应该给她一个念想吧。不过杜海清也知道，叶晨所面临的艰难与险阻，远不是自己所能估量的。以叶晨的人品，做出这种残忍的决定，也一定有他的苦衷。于是他便连忙对老太太说道：“阿姨，您既然已经不远万里的来了金陵，那就不妨在这里暂时落脚，多生活一段时间。就算在金陵找不到叶晨也不要紧，说不定叶晨哪一天就会回来，到时候您还可以在这里与他相见。”杜海清之所以建议老太太在金陵多停留一段时间，是因为他知道叶晨的能耐。老太太虽然岁数大了，但只要他人在金陵，叶晨就一定能够用各种方式护他周全。杜海清的话也正应了老太太心中所想，她轻轻点头，认真道：“我这次来金陵短时间内就没准备回去了。换句话说，要是等不到晨儿回来，我就留在金陵不走了。”听闻这话，杜海清放下心来，微笑着说道：“阿姨，您就踏踏实实在金陵常住吧，这里您随时随地想来就来，如果在金陵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。”老太太感激不已地说道：“那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海清。”老太太在杜海清家中做客的时候，叶晨还在香榭丽温泉酒店默默地关注着洪长青的教学进展。之前在半山别墅灌装的口服液，眼下还在别墅里放着。叶晨打算再等几天，等蔡彩子、秦傲雪、陈泽楷以及洪武4人都成功迈入武道大门之后，再将那口服液分给所有人，让所有人都能体会到修为快速增长的感觉。在香榭丽待了一上午，洪长青一直到中午11点半才停止了上午的授课。朗声对众人道：“诸位，今日上午的授课到此结束，诸位自由用餐休息。我们1点半准时开始下午的课程。”众人意犹未尽地从蒲团站起身来，一齐向洪长青鞠躬道谢，随后才一边松快筋骨，一边向外走去。伊藤菜菜子没着急走，而是一脸激动地问秦傲雪：“傲雪，你有没有掌握内窥的奥秘？”秦傲雪挠挠头，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，感觉内窥就像是一个特别深的水塘底部，我潜水下去，每快到底的时候就无法再进一步了，真是烦人的很。说罢，他问菜菜子：“菜菜子，你表情这么激动，难道你已经掌握了？”菜菜子重重点了点头，低声惊叹道：“我好像找到了内窥的奥秘，就像你刚才说的潜水那样。一开始我也总是潜不下去，感觉距离水底越近，水的排斥力就越大，到处都是把我往水面推的力量。”对，秦傲雪连忙道：“就是这种死活都潜不下去的感觉，我都快被折磨疯了。你到底是怎么挺过去的啊？”菜菜子无比认真地说道：“我一开始也是拼尽全力强行下潜，可是一次都没有成功。后来我就静下心来，在脑子里假设自己的神识已经出窍，出窍后的神识没有立刻再去水里，而是向上去最高处。”秦傲雪惊呼：“去最高处？”对。
蔡彩子斩钉截铁又难掩激动地说道，就是去最高处，就像一路攀登来到湖面上方的100丈悬崖，然后用脚后跟踩在那陡峭悬崖的边缘，让神识张开双臂，心无旁骛地从悬崖之上纵身跃下。说着，蔡彩子声音都有些颤抖地继续道，任凭自己下坠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任凭风声在自己的耳边嘶吼呼啸，那种感觉我自全然不顾，只想完成这纵身的一跃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一根针从天上掉落，扎进水里，在没有之前那种全是阻力的感觉，一瞬间柳暗花明，豁然开朗啊！秦傲雪听得瞠目结舌，脱口道，蔡彩子，你真能神识出窍啊！其实不止秦傲雪听得惊骇，就连叶晨也觉得震撼不已。即便掌握了九玄天经，他也从未听说过这种修炼武道的方法，听起来玄妙无比，同时又极具震撼。不是，蔡彩子解释道，不是真的神识出窍，是静下心来，让自己的思维尽可能抛开自己的身体，假想自己已经神识出窍。秦傲雪不解地问，这也能假想？可以的，蔡彩子坚定地说道，就好像内窥，我一开始也总是不理解，窥这个字本就是看的意思，人只有一双眼睛，而且只能看到身体之外的世界，怎么能做到内窥，看到体内的经脉与丹田呢？可是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所谓的内窥，就是将意识从之前的五官剥离出来，静下心去，假设意识已经离开了大脑，离开了眼耳口鼻，像潜入水底那样潜入自己的身体。当我真正找到那种方法的时候，整个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秦傲雪听得愣住，片刻后握紧拳头，激动地说，我也要按照你的办法试试看。这时洪长青踱步来到两人跟前，对蔡彩子说道，洪某刚才观察了一下，伊藤小姐看来已经真正实现了内窥，也掌握了真气的完整运转，如此快的速度，实乃洪某生平仅见，恭喜恭喜！蔡彩子恭敬地说道，都是洪天师您教导有方。洪长青摆了摆手，认真道，伊藤小姐属实是天资绝佳，不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内窥之道，甚至原本你体内的3条经脉就几乎处于完全打通的状态，只是你之前不懂运转真气，经脉打通也如没有车辆行驶的高速公路，没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。不过你现在既然已经能够运转真气，那我相信用不了几天，伊藤小姐就能将这3条经脉真正利用起来，一跃成为3星武者。这么快的速度属实了不起，假以时日，伊藤小姐必将成为顶尖的武道高手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